蓝忘机带怀中的奶团熟睡后边，将那软软一团往榻里送了送，自己窝在榻边，并非不想搂着那绵软的小家伙，只是这次旁边没有人看着，小魏婴身上还有伤，他怕自己不慎压了伤口。窗外流光透过窗纸映在室内，撩起一片水波似的浮动，却也不忍打破这寂静。奇也怪哉，明明是清冷如冰雪的色分，然却总能让事物都朦胧上几分，似幻非幻。少年看着熟睡的孩子，垂下眼睫，指尖轻而又轻地点了一下孩子的小脸蛋，绵软白嫩，奶香奶香的，温温软软，毫无防备地睡在他身旁，美好的不像是真的。少年抿唇，鼻尖萦萦绕绕的都是小团子身上甘甜气息，他不知不觉地升起困意，周身仿佛浸在温暖的泉水中，如此令人安心。魏婴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刚睡下，也许已是半夜。少年本就不沉的睡梦中猛地一阵心悸，不是身体上的问题，就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一样，令人不安。他猛地睁眼醒来，身旁的奶团已经滚到一边，瑟缩在榻脚颤抖着。本就不大的孩子眼下更是小得可怜，一张小脸煞白煞白的，死死捂着肚子，极为微弱地抽泣着。蓝忘机脑中炸开一记响雷，快速翻身坐起，来到小魏婴身边。魏婴俯身想把孩子抱到怀里，孩子疼得意识不清，见了他又愧疚又委屈的，合着剧痛的苦楚，不禁带了哭腔。哥哥。蓝忘机抱起小家伙放在怀里，肚子疼。小家伙连连点头，顺着蓝忘机的力道松开对着肚子的小手，然而手一松开便疼痛更甚，剧痛瞬间爬遍全身。孩子剧烈的颤抖着，咬破了嘴唇，依旧忍不住叫出声呜啊。他疼得瞳孔都放大了，小小的身子再提不起半分力气，瘫在少年怀中抽搐着，可怜极了。蓝忘机慌了，想去请医师，可又实在不放心魏婴一个人，春夜晚上寒凉，更是不敢带魏婴出去。他把手盖在奶团冰凉的小肚皮上，用灵力捂着，慢慢轻轻地揉起来，竟然真的很有效。小家伙放松了一点，被蓝忘机的手揉到某个痉挛点，又疼又麻，身体条件反射的想用眼泪来发泄，他却死死忍住，咬着唇瓣不发出一点声音，小脸蛋皱着紧闭着眼，就是不许流下一滴泪来，这样憋着是会憋坏的，于身于心两不利。可小魏婴就是不哭，他紧紧搂着少年的脖颈，让其看不到他的脸，再疼也不哭。蓝忘机手上揉到一个痉挛结块，心中已有了7、8分了然，小心地加大力度去揉那个痉挛点。孩子的身子发抖得厉害，柔软的小肚子疼得绷紧，却一点抽泣也不见。蓝忘机担心他疼昏过去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唤着魏婴。回应他的是一个小小的颤抖的既然没晕过去，便是忍着没哭。蓝忘机心疼得不得了，轻叹一声，魏婴没事。疼便哭出来。孩子有一刹那几乎快忍不住了，小脸蛋惨兮兮地做出要哭的表情，却只呜咽了一小声便又憋回去，直摇头。蓝忘机以为他还没完全放下戒备，便哄道，没关系，疼便哭出来就好，没事了，不会不要你。小家伙终于开口，却依旧没哭，奶声奶气地抽噎着，不能哭的，为何？蓝忘机手里又摸到一个结团，稍微用了点力揉了下去，怀中的小奶团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一声痛呼压在嗓底。蓝忘机的心都被他牵扯着，奈何结块不快些揉开只会更疼，只能和他说话分散注意力，另从怀中摸出干净帕子折了几下放在他的小嘴里咬着，以防咬了舌头。蓝忘机这才看清小家伙的脸，已经疼得一点血色都没了，毛茸茸的短发沾了冷汗，湿哒哒的贴了一脸，樱桃似的唇瓣挂着鲜血，已经咬破了，怪他未能早些发现。小奶团被疼得一丝力气都没有了，软软趴在蓝忘机的身上，眼神都有些恍惚，疼极了也不哭喊一声。蓝忘机心里像是被攥着似的，一边揉着他的肚子，一边同他说话提神，为何不哭？孩子软糯的小脸蛋疼得皱起，意识不清地回答道，太疼了。蓝忘机被他3个字说的心里越发难受，又怕他疼晕过去，疼为何不哭？小魏婴声音明明已经染上哭腔，却依旧不肯落泪，太疼了，哭收不住的，会很大声，已经很晚了，正是因为太疼了，
一旦开了闸就腾不下了，唯有很大声的嚎啕大哭才能宣泄心中的委屈和难过、害怕。可已经夜深人静了，哭便会打扰到他人，所以他宁愿死死憋着，把那些都压在心底，融入骨血，积下沉疴。蓝忘机听懂了，忽然抬眼去看小魏婴湿漉漉的眼睛，不安的带了恐惧的，同少年魏婴一般的倔强的眼睛。他轻轻吻着孩子如湿的额头，安抚着，柔声告诉他：没关系，别人都听不到的，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只有我能听到，外边有隔音咒，别人都听不到，只有我能听到。疼就哭出来吧，魏婴，在我面前无需忍痛。孩子愣怔地听着少年的话，他永远相信他的二哥哥不会骗他。别人都听不到，只有二哥哥能听到他哭，他可不可以告诉二哥哥，他很疼？他终究也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泪水不停从脸庞滑落。他抽泣着用手攥着蓝忘机的衣襟，说了一句他一直觉得很软弱的一句话：二哥哥，我害怕，奶团太小了，整个身子埋在少年怀里也并不能塞满。蓝忘机便把他贴在胸口，抱得紧紧的，这样会让他更有安全感。说不出的滋味在胸口如水流一般蔓延着，掠夺所有的情绪，让他此刻心中眼中容不下其他，只得一个软乎乎热烘烘的奶包。心疼是真的心疼，看着他疼，他哭，心都跟着颤，只恨不能陪着他一起疼，不能分担半分病痛。可也说不出的，有些悄悄欣喜起来。魏婴在依赖他，孩童绵软奶香的身子在他看来是那般脆弱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生病。他只想把这奶包时时刻刻揣在怀中，再也不让其受到半分伤痛。小家伙还在疼，小声呜咽着，瑟瑟发抖，看起来极为可怜。蓝忘机不由得内疚起来，魏婴还在疼，他却在想那些，不怕，没事的。蓝忘机把他向上拖了拖，轻声哄道：是受凉未及发作，揉着一会儿就不疼了。奶团闷闷的应声：我不怕疼的。少年摸了摸他的头，就算不怕，疼着也并不好受。又揉了半天，疼痛似乎已经平息下来，奶团折腾得昏昏欲睡，乖软地趴在少年胸口，不再颤抖，奶糯的小脸蛋贴在少年的锁骨上，软乎乎的一小坨。少年轻声哄着：没事了，睡吧，醒来吃糖葫芦。小家伙迷迷糊糊的在他怀里睡了。蓝忘机怕他出汗着凉，轻手轻脚地拿了衣服给他换上，放在榻里盖好被子，在他边放了枕头挡住，起身披衣要走。外室不知还有没有丸药，如果没有药，取些生姜熬汤暖暖胃哄着喝下也好过什么都没有。